纵横世界80年，30年看台湾军事发展。今天我们浅谈一下台湾近30年的海军实力。124舰队的前身是1946年成立的海防舰队，之后变更为海防第一舰队和驱逐舰队司令部，曾经是台湾海军的第一主力。扬字号驱逐舰大部分都配属在该舰队，目前下辖242、264两个战队，驻地在高雄左营。左营基地是台湾海军的大本营，在高雄港北方9公里处，是台湾唯一的一座专用军港。两座港口之间隔着守山，在山顶上部署了海锋大队第4中队的雄风2岸基反舰导弹发射阵地。左营基地规模庞大，海军舰队指挥部就位于东码头。基地内还有海军教育训练暨准则发展指挥部、3个舰队部、陆战队指挥部、海军军官学校、海军陆战队学校、左营后勤支援指挥部、海军战斗系统工厂、海军造船发展中心、陆战队2栖侦搜大队、登陆战车大队、战斗支援大队、海军弹药总库、油库等众多单位。台湾海军除驱逐舰、护卫舰和导弹快艇外的其他作战，辅助舰艇几乎全部驻扎在此，约占总数的1半以上。左营港的港池南北长 3.2 公里，东西宽 1.2 公里，分为南部的大港、中间方形港池内的小港和北部的北港3部分，面积是够挺航母编队了，不过水深还是不够。最深的大港也只有10米深，吃水 9.7 米的基隆级，趁高潮位或许能开进去，一退潮就得搁浅。所以基隆级去台湾西南部活动，只能停靠在水深 11.3 米至 17.6 米的高雄港。虽然也有少部分军用码头，但是港口支援设备远不及左营。124舰队由6艘康定级组成，用民国时期中国城市命名，分别为康定、西宁、昆明、迪化、武昌和承德。康定级及法国拉菲特级护卫舰，也是台军所有军舰中争议最大的一级。在80年代中期启动光华1号引进佩里级后，山字号护卫舰和扬字号驱逐舰退役带来的缺口仍然很大，于是台湾海军继续满世界找后继舰。80年代末曾经计划采购16艘韩国的蔚山级护卫舰，但时任参谋总长郝柏村赴法国谈判后转为订购拉菲特级，采购代号光华2号。1991年8月，双方签署采购合同。92年2月，台湾首舰在法国海军造舰局洛里昂造船厂开工。此时拉菲特级刚刚完成设计不久，法国海军的首舰仍在船台上，要4个月之后才下水。台湾海军能够如此迅速地获得西方最新锐的战舰，实在是令全台上下兴奋不已。不过同样令人吃惊的还有订购的数量和不明不白的价格。最终台湾只购买了6艘，而不是计划中的16艘。随后即爆出军购弊案和著名的尹清风命案，法方也有6人受牵连离奇死亡。沸沸扬扬折腾了20年，直到2011年才由国际仲裁法庭判定法国政府败诉，需归还台湾 8.75 亿美元佣金，成为国际军购史上最大丑闻。据事后透露，6艘拉菲特级原先议定的价格总额是110亿法郎，而最终成交价格达到160亿法郎，是新加坡6艘同级舰的3倍，多出部分全是佣金和回扣。外形科幻的拉菲特级是世界上第一种实用化隐身战舰，雷达反射面积比常规射击降低了 60%， 满载排水量3600吨的护卫舰，雷达信号只相当于1200吨的小型舰艇，开创了大型军舰隐身化的先河。但是外表光鲜的拉菲特级在法国海军内部却是一个相当尴尬的存在。它的定位在按民标建造、人畜无害的花月级巡逻护卫舰和正规舰队驱逐舰之间，既可以保护面积广大的海外领地和专属经济区，也可以编入海军战斗群执行辅助性任务，特别是情报搜集。拉菲特级除了隐身性能优异、作战指挥系统先进外，其他方面实际上相当平庸，尤其是武备和雷达。对空只有机库顶部的一座8连装海响尾蛇点防御导弹，最大射程11公里；对海配备2座4连装 MM40 Block 2飞鱼反舰导弹和一门100毫米紧凑型主炮，反潜能力为0，没有配备任何声纳设备和反潜作战系统。搭载的一架海豚或 NH-90 舰载直升机也执行反舰任务。雷达探测设备相当简陋，只装了一部海虎2对空平面搜索雷达和一具整合光电雷达射控系统，发挥不出作战系统的优秀性能。为减轻重量和提高隐身性能，上层建筑用轻质铝合金和玻璃、木纤维复合材料建造，
重点部位用凯夫拉装甲增强防护，在高烈度作战条件下生存率很成问题。拉菲特级最高航速为25节，续航距离为9000海里每12节。拉菲特级的舰体非常宽大，在主炮和舰桥之间有一大片平台，预留了安装紫苑防空导弹垂直发射装置的空间。但因为预算限制没有安装，从实战能力上看，拉菲特级和我国同期的 053H2G 型护卫舰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后者满载排水量是2250吨，价格更是只有一个零头。1999年服役的 053H3 型甚至火力还略有超出。法国方面预计从2030年开始用5艘更加科幻的 FTI 中型护卫舰替代拉菲特级，不过在两型舰的过渡阶段仍然选定了拉菲特级的134号舰进行中期改装，增加舰壳声纳和反潜作战系统，改进防空导弹，以服役到2030年代。台湾对拉菲特级的缺点非常清楚，所以台湾版的康定级实际采用的是法国海军造船局设计的反潜构型，安装了汤姆森马克尼声纳公司生产的 ALOS 声纳系统，包括 Cefron B 中频主被动声纳和 ATS-3 主被动拖曳阵列声纳组，并且在 TAVTIC 2000型作战管理系统中增设了一组反潜作战显控台，配合2座3联装鱼雷发射管和一架海鹰反潜直升机，构成一套完整高效的反潜系统。康定级对雷达系统进行了升级，在前桅上安装了戴高乐号航母上的 DRBV-26D 木星2远程对空对海2用雷达，后尾顶部增设海神纪对空搜索雷达，用于低空补盲，对空探测能力大幅提高。上层建筑也采用了双层外壳结构，要害区域配置额外防弹钢板，防护能力有所增强。受各种政治因素和预算的影响，法国方面只建造了舰体并安装了作战管理系统，却没有配备任何武器。康定级返回台湾后再自行整合武器系统，反舰武器为奥托梅莱拉76毫米主炮，2座4联装雄风2反舰导弹，以及机库两侧各一座博夫斯40毫米速射炮。机库顶上原来安装海翔尾蛇发射装置的位置改为一座密集阵，提高了近防能力。在舰桥前面那个大平台上安装了一座从退役的扬4号驱逐舰上拆下来的4联装海蟹树近程对空导弹系统，该导弹是 AM-9D 响尾蛇空导弹的衍生型号，红外被动巡地，有效射程仅9公里，射高3000米。系统配有12枚导弹，4枚装在发射架上处于待射状态，其余均储存在发射架底座内，依靠人工装填。越战期间，美国海军曾在驱逐舰上使用该系统，但没有正式装备，后传给台湾海军，成为全世界唯一的用户。同在左营的还有151舰队和192舰队。对于台湾海军的2栖舰，大多数媒体习惯于嘲笑那6艘爷爷级的中字号坦克登陆舰和高雄号2栖指挥舰，但该舰队中还藏着3艘一向低调的大家伙，满载排水量8792吨的中和级坦克登陆舰中和号和中平号，满载排水量13750吨的旭海号船坞登陆舰。这3舰以今天的眼光看已经落伍，但在台湾海军众多老式军舰中也算是中生代了，具有还算不错的2栖作战能力。3艘一起出动，可以投送一个陆战营的兵力和装备。目前主要用于2栖演习、外岛运补和防灾救灾。151舰队还拥有一艘排水量 1.7 万吨的51号油弹补给舰和 2.1 万吨的磐石号快速战斗支援舰，均由台湾国际造船公司建造。前者为基隆厂，舰体设计来自美国；后者为高雄厂，由海军造船发展中心自行设计。因为台湾海军平时都在近海活动，这2艘补给舰出境最多的就是海军的敦睦远航训练。192舰队前身是第3舰队，1971年改编为水雷舰队，如今拥有3型9艘扫雷舰和一些辅助舰艇，在台湾海军中算是最不起眼的一个舰队。但实际上台湾海军的扫雷舰水平相当高，舰龄也比较新。4艘永丰级扫雷舰满载排水量558吨，由德国建造，1991年服役。木质舰壳包覆强化碳纤维树脂，配备法国汤姆逊辛特拉公司研制的 IBS 微型水雷作战系统 TSM-202 型猎雷声纳和企鹅遥控猎雷扫雷具。永扬级远洋扫雷舰满载排水量735吨，原为美国海军1953到55年服役的进取级扫雷舰。1993年出售4艘给台湾，当时其中2艘仍为美军现役热舰，在移交前进行过现代化升级。永德号于2013年退役，目前剩余3艘。
该级舰配备了 ANSQQ-14 可变深度碳雷声呐和音响、磁性、机械扫雷系统，性能仍然不算落后。台湾海军仅有的4艘潜艇都编在256战队，分别是2艘2战期间建造的美制潜艇和2艘80年代建造的荷兰潜艇。2艘被台湾称为加比级的老爷爷潜艇，其实并不是同一级。海狮号原为美国海军丁筹级第13号艇 SS-478 带鱼号，1944年11月下水，1945年3月17号服役。日本投降当天在千岛群岛进行第一次战斗部署，战后长期部署在地中海。1973年4月移交台湾，到如今已经是75岁高龄，是世界上最老的现役潜艇。海豹号为巴劳林级最后一艘 SS-426 丹奇雪号，是丁筹级的前行艇。1945年7月下水，没赶上二战。1947年2月，丹奇雪号在西非海岸上浮时，和美国医院船安慰号相撞，受到相当大的损害，无法下沉，不得不以水面航行状态穿越飓风，返回费城造船厂整修，并升级到加比2型。1973年10月移交给台湾海军。同级120艘艇中，包括击沉信浓号超级航母的涉水鱼号和击沉金刚号战列舰的美国海狮号。直到今天，2艘加比级每年仍至少进行半年以上的海上部署，主要用于人员培训和担任反潜演习时的假想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出云级直升机护卫舰作为大型直通甲板直升机护卫舰，其显著设计特点是平顶全通甲板这一舰面起降场的采用，标志着日本海上自卫队在直升机护卫舰发展上迈入了新阶段。此类舰船常被视作日本准航母的象征。众所周知，话鱼级运输舰外观近似航空母舰，而出云级直升机护卫舰则更为贴近这一形态，不禁让人揣测其设计背后的深意。那么，日本建造如此庞大的护卫舰，其背后动机何在？台湾可不可以自主研发呢？首先，让我们聚焦于出云级护卫舰的基本性能参数。该舰总长197米，前宽33米，吃水深度7米。这样的尺寸称其为护卫舰，似乎略显谦逊，因其体量已超越部分常规航空母舰，透露出设计上的低调与实力。其标准排水量达13950吨，满载时更增至17000吨，这在护卫舰领域堪称罕见。普通护卫舰满载排水量多在5000吨左右，出云级的这一数字无疑使其独树一帜。外观设计上，出云级与航空母舰或两栖突击舰高度相似，配备有庞大的前通讯甲板，能够同时支持4架大型直升机的起降，并能在甲板上操作重达30吨的 B-22 鱼鹰轻转旋翼机。至于是否具备固定翼舰载机起降能力，目前尚待揭晓。舰体结构分为7层甲板，前端设有甲板梯库，虽未配置务舱，但后方设有航空舰维修甲板，表明出云级不仅支持直升机起降，还具备维护能力。舰体右侧设有倾斜式舰岛，其简洁设计旨在减少雷达反射面，提升隐身性能。出云级直升机护卫舰在人员配置上同样引人注目，它能承载340至360名舰员，舰上生活设施极为完善，自动化程度令人印象深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传统上需人工操作的舷梯，在出云级上也实现了自动化，显著减轻了舰员的工作负担。更令人瞩目的是，出云级是日本首艘允许女性官兵服役的一级作战舰艇，这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动力系统方面，出云级护卫舰搭载了4台 LM2500 IEC 燃气涡轮发动机，总功率高达10万马力，采用双轴推进系统。在速度上，出云级的最高航速为30节，即每小时约55、56公里。这一速度在护卫舰中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其最大航程可达18135公里，以20节航速巡航时，续航里程为11112公里，展现了强大的远洋航行能力。接下来，我们探讨出云级的武器配置，其主要武器系统包括导弹发射系统、鱼雷发射系统及近防武器系统。首先看导弹发射系统，出云级配备了一座16单元的41克瓦查垂直发射系统，可装载16枚 RIM-162 改进型海麻雀导弹和12枚阿斯洛克反潜导弹。RIM-162 海麻雀导弹是由美国雷神公司研制的超音速反舰导弹，采用固态火箭发动机，最高速度超过4马赫，作战半径约50公里，广泛装备于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巡洋舰和驱逐舰。
阿斯洛克反潜导弹则是一种全天候、全海况适用的强效反潜武器，射程可达22公里。在鱼雷系统方面，出云级装备了2具3联装32克瓦查型鱼雷发射管，位于舰体后部两侧，可发射46克瓦查鱼雷或日本自制的97式反潜鱼雷。46克瓦查鱼雷是一种轻型反潜鱼雷，最大射程11公里，最高速度50节，配备主动与被动声纳引导系统。而97式鱼雷作为日本最新研制的反潜鱼雷，虽然具体性能数据未公开，但预计同样具备出色的作战效能。最后，出云级的近防武器系统包括舰上装备的2座15克瓦查密集阵近防武器系统，分别部署于舰体前端和舰岛后方，辅以4挺12、7毫米机枪，进一步巩固了其近距离防御能力。凭借这些先进武器系统，出云级充分展现了作为现代化直升机护卫舰的全面战斗力。除了强大的武器系统，出云级护卫舰还配备了丰富的电子设备和传感器，进一步提升了其作为多功能作战舰艇的效能。其中包括高性能雷达系统、声纳系统以及电子战设备。雷达系统提供广阔的搜索范围和精确的目标追踪能力，确保舰只在复杂海况下拥有卓越的情报搜集与威胁分析能力。声纳系统专注于水下环境监控，为潜在潜艇威胁提供早期预警，而电子战设备则用于干扰敌方通讯与导航系统，增强舰艇生存力。在防御层面，出云级同样不容忽视，除传统钢铁装甲外，还装备了先进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紧急避险操纵系统。这些系统的集成不仅增强了舰艇的防护能力，还使其在面对多样化威胁时能够灵活应对。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出云级在航空运作方面的能力亦相当出众。它不仅能够搭载和操作多种直升机，还支持特殊作战飞行任务，如反潜巡逻与海上搜救。其全通式飞行甲板为各类舰载机提供了充足的起降空间，确保了紧急情况下的快速部署能力。综上所述，出云级直升机护卫舰不仅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骄傲，也是现代海军战舰技术发展的典范。其多功能性、高度自动化及先进的作战能力，使其成为现代海上作战中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无论是在日常巡逻任务中，还是在高强度作战环境下，出云级都展现出卓越的性能与灵活的作战能力。这不仅彰显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在舰船设计与建造领域的雄厚实力，也体现了其对未来海上挑战的深刻洞察与充分准备。综合来看，出云级护卫舰在武器系统配置上已相当完备，而其最为显著的特点无疑是舰载机的强大搭载能力。该平台能搭载多达11架直升机，涵盖18种不同型号，远超初期官方公布的搭载量，如3架 SH-60K 反潜直升机和1架 MC-101扫雷运输直升机。通过精细的空间规划，舰上实际能停放4架直升机于飞行甲板，其余7架则妥善安置于机库内。在雷达装备方面，出云级同样展现了其高科技实力，装备有日本三菱电子研发的 FCS3代主动式相控阵对空搜索雷达，以及阿尔法系列平面搜索与导航雷达和海面雷达。这些雷达系统赋予了出云级广泛的搜索能力，使其在复杂海况下拥有高度的情报收集和监控能力。此外 ，OQQ-21型主被动舰首声纳及4个6联装 MK368 干扰弹发射器的配备，进一步增强了其在各种战术情境下的应对能力。除了雷达和声纳系统，出云级的作战系统同样值得瞩目，搭载了 OYQ 10先进战术指挥系统和 TY00 数控系统。这些系统的集成确保了高效的指挥与控制，同时最先进的卫星通讯与数据网络系统保障了舰船与外界的顺畅连接，实现信息的快速传递与高效决策。在自动化程度上，出云级也表现出色。它不仅能够有效指挥所属的反潜直升机和反潜兵力，还能与航空自卫队及陆上自卫队进行无缝的指挥交互。这一特性使得出云级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战舰，其战术多样性和作战效率均十分突出。出云级直升机护卫舰的设计和建造，不仅展现了日本海上自卫队在现代海军领域的卓越能力，也为其他军队提供了有力的示范。凭借其强大的武器系统、先进的雷达与声纳设备，以及出色的舰载机搭载能力，出云级护卫舰在信息获取、
武器打击和作战指挥等方面实现了高度自动化与多功能性。这一战舰在未来海上作战中占据了战略先机，彰显了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深远规划。在这种背景下，台湾也可以从出云级护卫舰的成功中汲取经验，探索研发和建造类似舰艇的可能性。近年来，随着台湾在科技领域的持续投入，以及对自主研发的不断追求，研发和建造一款具备强大防御和作战能力的直升机护卫舰不再只是梦想。台湾拥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和技术人才，如果能够积极合作，特别是从日本的经验中获取技术和设计上的启发，完全有可能发展出一款适合自身需求的现代化舰艇。相比传统的海防策略，台湾如果能够部署一款类似于出云级的舰艇，将极大增强其海上防卫能力，尤其是在反潜和防空领域。此外，这类舰艇的多功能性将使台湾能够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复杂海上安全挑战，并在国际海洋安全格局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日向级直升机护卫舰作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核心装备，其发展也为台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日向级在反潜作战中表现卓越，具备应对复杂海上威胁的能力，而这种设计理念正符合台湾未来海上安全战略的需求。台湾如果要研发类似的舰艇，可以从这几点切入：全通甲板设计，出云级采用全通甲板设计，允许多架直升机同时起降。台湾如果要发展类似的舰艇，可以采用这种设计来提高舰载机的操作效率，尤其是在反潜作战中，能够快速部署反潜直升机、反潜和防空能力。出云级在反潜和防空上装备了先进的声纳系统和防空导弹，台湾可以参考这些技术，增强自身舰艇的防空和反潜能力，特别是针对潜在的区域性威胁，自主研发潜力。台湾拥有雄风系列导弹的自主研发经验，说明其在导弹技术方面具备一定的基础。若能结合本土的导弹技术与造船能力，台湾完全有能力打造一款适合本土需求的多功能护卫舰。国际合作机会，台湾可以通过与拥有先进造舰技术的国家合作，比如引进部分日本技术或与美国合作，加速大型舰艇的设计与建造。这不仅节省研发时间，也能让台湾快速拥有具有实战能力的现代化舰艇。总的来说，台湾具备发展类似出云级直升机护卫舰的潜力，关键在于如何有效结合现有的造船能力、导弹技术与国际合作机会。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